这绝对是今年最强的游戏。如果说之前我会对中国第一款3A 游戏有所担心，那直到我真的玩到黑神话之后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回真的稳了。那么在游戏发售之际，我就来跟大家说说看，黑神话好不好玩？什么电脑能够跑得动这个游戏？会不会太难？以及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游戏到底值不值得买？先说结论，太值得买了。虽然在一些小细节上面有优化的空间，整体游戏的质量极高，甚至我可以说啊，如果国外媒体对中国游戏没有偏见的话，这应该就是今年的年度游戏。这期视频不会有剧情上面的剧透，不过会给大家介绍几个预告里面就有的出现在第1、2章比较有代表性的角色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游戏。人之事，长生。理论上，动作游戏我们应该先讲动作。不过这一次呢，我打算先跟大家聊聊这个游戏最出彩的部分——艺术表现。满分10分的话，这个部分绝对是10分。要说我们印象中的《西游记》，那一定是央视播的86年版的《西游记》。不过因为是真人实拍，当年也做不出太多华丽的特效，大部分妖怪都是以人形态出现。后来动画版考虑到在央视上映，做的也比较老少皆宜。我最近还去补了一下原著《西游记》中的一些设定，原著并不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么人畜无害，这里面有大量的对人性、对统治阶级、对神佛的讽刺。然而，黑神话作为一个买断制游戏，是可以更大胆的去渲染这个西游神话世界的。在末法时代，佛道崩坏下，妖怪们披上袈裟，占据禅院，拿着神器为非作歹，而妖怪的血腥、狂乱、残暴，都可以用最有冲击力的形式来展现。有太多的场景和角色给我的感觉就是震撼。我知道总有一天，你还是会找上门来。你再所迟了，耽搁了大王练功的进度，老子亲自把你的傻儿子洗干净，送进去。你刚说嘴的时候，孽畜，是那猴子，我是你爹，你放飞上的爹，就算轰轰烈烈。而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着超浓郁的中国美术风格。大家能够想起来自己上一个玩的中国美术的大作吗？我是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了。欧美古风奇幻游戏我当过猎魔人，日风古风我成为过只狼斩断龙翼，科幻再加原始部落我爬过长颈兽，科幻反乌托邦我是大名鼎鼎的 V。那中国故事呢？这回是真的要给大家喂饱了，这里有无数的美术资产都是根据真实文物建模的，甚至路过的每一个建筑、每一个拱门，就连一根柱子都有讲究。第1章的观音禅院，第2章的西北沙漠，还有后续的小雷音寺，这里有超级多风格迥异的奇幻场景。记得第2章有一幕，我们来到一个地窖，一进去我就被里面的大场景给震撼到了，满墙大大小小的浮雕，层层叠叠。而且正常来说啊，这里应该是一个比较明亮的场景，好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制作组的实力，对吧？然而这里灯光昏暗，你不靠近，甚至还看不清墙上的细节。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剧情场景啊，它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场景。这是啥实力啊？这种极致的中国美术风格，老外玩到，我觉得是一定会爆炸的。我还非常喜欢里面无数的小的细节，就比如说之前我玩《只狼》，里面就有很多日传佛教风格的设计，比如说传送它就叫佛度，回篝火呢它就叫归佛。黑神话里面的细节就更多了，比如有很多过场提示，甚至都是对仗更正的。元神？什么元神？角色台词也韵味十足，灵韵不散，浮于空中。下一章叫且听下回分解。这个时候我就很担心啊，如果这翻译成别的语言的话，真的还有这种味道吗？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，哎，这竟然是一个默认简体中文语音和字幕的游戏，雷幕了。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再比如这个游戏，我觉得最传神的一个技能定身术，可以说绝对是全游戏最爽的技能。它是怎么给你的呢？只是小老儿道行浅薄，这定身效果不消片刻就会失灵。
你全当是挣个傍身的手段吧。你全当是个傍身的手段，这句话我记得超级清楚。怪物激烈动作的时候能定，但只能定一点。每次怪物快速挣脱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土地的这一句叮嘱。黑神话中每一章都有一个独特的角色作为引导，小土地呢，这是第1章的引导员。第2章的引导我也觉得超级有特色，他也在之前的宣传片里面出现过，无头僧。华府六八百里，曾是关外富饶地。一朝舒缓平空气，午夜瘴气妙人气。我还去查了一下，这种艺术形式叫陕北说书。这个乐器呢叫三弦，也是有名的中国传统乐器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。这个无头僧的加入，让这个第2章全是节目效果。比如说，一进到这一关，我们就会遇到一对父子，那咱们到底是杀还是不杀呢？我们这不一样的选择，就会有不一样的剧情。无头僧歌唱的内容也会不一样，这里就留着大家自己体验了。但是我在玩的时候，我朋友在旁边张口就来一句吟游诗人，我直接给他一个大嘴巴子。不仅仅是这段传统音乐，整个游戏中印象深刻的音乐非常的多。还记得前段时间老外也疯狂的往生咒，这就是第3章一场战斗的音乐。Excuse me, what? 当时我听着甚至舍不得变身了，因为变身它就会换音乐，你听到的每一首音乐在主菜单的小曲儿这里都可以再听到。比如说虎先锋这里的音乐名字就叫猴头好下酒，这种传统乐器演绎的民乐到底有什么讲究？有没有懂音乐的小伙伴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？其实，在黑神话的预告视频里，我们就能知道这个游戏的艺术表现一定是非常顶级的。但是呢，还有一个让我非常担心的点，就是怕这个游戏好看不好玩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有不少这样子的游戏，它用最强的游戏技术力做最关头的游戏。那黑神话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吗？那可真是太好玩了！战斗体验是一个动作游戏的灵魂，这个部分黑神话起码是9分的水平。怕有些小伙伴看动作游戏就劝退哈。黑神话的游戏难度，我觉得是属于比较适中的程度。完全不玩魂的朋友嘛，他第1章的 BOSS 打了半个钟，第2章的 BOSS 打了2个半钟。问了一下几个朋友，他们推进的节奏都是差不多的，可以说制作组对难度是有深刻思考的。我们的主角全程都用棍子作战。回忆了一下，玩了这么多的游戏，甚至想不起来有什么大作有用棒子这个武器的。也就是说，这套动作完全没有参考，实际也一样。黑神话的战斗动作、战斗体验完全没有别的游戏的影子，就是味道非常浓厚的原创复活棍法。黑神话中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格挡，这整个战斗系统就鼓励你不断的进攻。相应的，为了让玩家不能无脑闪避，所有的 BOSS 都充满了快慢刀 ，BOSS 的进攻节奏也一点都不松。最后的战斗就是需要你在 BOSS 一招一式中完美闪避做出反击，有一种刀口舔血的紧张感。甚至我经常打 BOSS 都是丝血对丝血，胜负就在那一刹那之间，赢的瞬间真的大呼过瘾。在之前的试玩中，各大博主也有提到过，战斗的核心就是翻滚和棍式点数。在你每次轻棍击中时，都会增加棍式，每一点棍式都可以让重攻击有更高的伤害。然而重攻击的棍法也有3种，你可以在战斗中自由切换。游戏的好玩也好玩在这几种有意思的棍法上面。就比如说劈棍，讲究一个见招拆招，敌人越打我越爽。立棍有为数不多的 AOE 伤害，也能规避伤害。我自己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戳棍式。起手更快，退蹭之后还能打矫正，这也太符合我对破获棍法的想象了。除了几个棍式，还有非常多的技能给我们强化，可以说你想玩什么流派都行。不过我要说一句啊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游戏太难的话，可以优先点一下血量，因为游戏是100%回血的，收益相当于是叠加了。然而我觉得这个游戏战斗还有第3个核心，利用怪物气绝值抢节奏。怪猎玩家应该对这个不陌生，我也是上千个小时的老猎人了。怪物被强力攻击之后，会有一个明显的小硬值，就比如说这个 BOSS， 如果2次打出小硬值，第3次呢，它就是一个大硬值，怪物会倒地。所以假如我先打一套，定身再打一套，然后把抽棍重击3点全打出来 ，BOSS 还会再倒地，可以再来一套。这整一段时间都是我的节奏。而且如果你对自己的操作足够有信心的话，你甚至可以和 BOSS 硬碰硬，打出大剑停龙车的操作。接
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游戏的地图关卡设计。先来说说有意思的部分。其实这个游戏设计了完整的引导，就比如说你第一次血量危机，它会提醒你如何喝葫芦，难度呢循序渐进。一开始的几个怪真的非常简单，在你刚刚拿到火属性变身赤潮之后，第一个 BOSS 就是灵虚子。哇，这不是毛多肉活？你的火焰变身果然能够打出超额的伤害，甚至他在看见火焰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恐惧的动作。而且我们遇到的每一个 BOSS 都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战斗动作，每个怪的动作都非常符合它本身的设定。如果后续卡关觉得难度有点大的话呢，你可以多跑图，把能加的东西都加上了之后再来挑战。游戏没有死亡惩罚，跑地图可以一边收集一边再提升等级。地图里面也有放暂时越级的 BOSS， 一看就是可以绕开的，等你变强之后再回来打。每一个章节里面还有隐藏的 BOSS， 我把整个地图都跑完了，然后去网上一搜，还有没打的。目前前3章只推主线有15个小时的内容，预计完整游戏时间有30到55个小时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量大关爆了。然后有意思的地方就来了，有时候感觉游戏地图缺少明确的指引，真的不知道路在哪里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传送点没有啥太多的记忆，我竟然看那个传送点的名字，然后想不起来这到底是在哪里，要怎么走。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了，黑神话啊，它是真能藏啊！你敢相信他把整一章节的内容给塞进支线了吗？要不是当时试玩视频里面有这一段，还真不一定能给我找到。正常走完这个游戏的主线，你可能只能看到这个游戏50%的内容，而剩下的内容全部都被藏在了各种支线里面。这几天我玩的时候完全没有攻略，和别的博主交流的时候，感觉玩的是2个游戏，他拿的东西我没有，我拿的东西他没有。还有博主说有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演出，这里有一个全游戏最难的 BOSS， 目前我还没有打到，不过真的很期待。这回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游戏没有引导了，制作组也不希望你只体验到主线的内容，还有数不清的收集和 BOSS 在地图的各个角落。有些章节的探索确实会有点枯燥，不过一到主线的部分呢，那种紧凑感又回来了，精彩的部分一段接着一段。这里因为一些原因暂时不能给大家展示，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，后面的内容只会更加的精彩。接下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配置能够玩黑神话。黑神话的性能的要求并不低，在游戏上线之前 Steam 就可以下载到这一个测试 demo 了。这个测试也集成在游戏本体里面，你们赶快自己测一下自己的电脑能够跑多少帧。这里我也测试了几台现在的高配电脑和甜点台式机，以及3年前的甜点台式机。这里也给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。4090在影视级画质超高光追预设下勉强达到60帧，测试 demo 中镜头移动比较平滑，实际游戏表现帧数还会有更大的波动。其实之前极客玩也已经做了这个 demo 非常详细的测试了，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黑神话在掌机上面的体验。其实我觉得这种动作游戏是非常适合在掌机上面玩的，我自己的只狼和返还 DLC 都是出差的时候在掌机上面打的。Steam Deck OLED 在800p 下低画质能够跑到49帧 ，ROG X 在30瓦性能模式 1080p 中画质下也有60帧。不过要我说，现在这些游戏的中低画质也非常能打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，Steam Deck 800p 的屏幕会让字显示的很糊，目前还没有更改菜单字体大小的选项，建议不要使用1080p 以下的分辨率游玩。不过这些所有的设置目前都是无边框窗口的预设下测试的，游戏目前还不支持全屏，估计后续补丁出来之后，大家又会重新测一轮。总的来说，黑神话超高的完成度绝对是值得玩家这4年的等待的。这几天我去看了游戏科学这家公司的各种故事，也看了许多他们创作的艰辛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。想一想，这何尝不是我自己做事的信条，先不顾一切的开始，遇到困难再来想办法。可能这就是中国第一款3A 游戏能够诞生的原因吧。之前每一年游戏科学发宣传片之后都会带来泼天的流量，这里带来的是远超预期的关注，不只是追捧，还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节奏。游戏科学的态度都是不理睬不回应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据说后来游戏科学拒绝了大量的投资方、合作方、媒体采访，最后给我们呈现的是游戏中看到的一尊尊有迹可循的佛像，一座座有迹可依的古建筑。你是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坚持，他们是真的在做游戏，只是不停的做游戏。我猜测啊，这大概率会是一部名利双收的神作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一定是中国国产游戏里程碑级别的作品。2024年，我们也在这里见证历史。后续呢，我也打算在动态里面送出100份的黑神话游戏，放在最后这里，没有放在视频的开头，也是不想这份福利成为一个噱头。而确实是我真的很感动，能够看到如此精彩的国产游戏，也希望我能献上那么一点点的支持。那么我千里今天也在这里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天命人。